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开这个频道的宗旨就是让大家认识什么叫好充电器，什么叫山寨假货充电器，假货劣质品的充电器有什么危害？你们以为的就是伤害手机和电池就这么简单吗？不是的，这种劣质品的充电器最怕的就是安全隐患，爆炸、燃烧、伤人才是最可怕的。我手上这个就是国内某大平台销量上百万的一款假货88瓦的充电器，今天给大家做评测，让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器究竟是咋样的。这一个就是某平台的销量百万的一个88瓦的充电头，它的字面部分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它的插口部分，我们看一下它重量是多少。这个假货充电头的净重是70克，给大家看一下原装充电头的重量啊，原装重量是104克。右边这一个是原装的88瓦的充电器的面板，左边这个是某平台的销量百万的型号 88W 的一个充电头的面板，右边这个是88瓦的原装充电器的背部的 logo， 这边是假货。这一个是正品的 Type-C 口和 USB-A 口的内部舌片，这一边就是假货的舌片的样子，特别是这个 Type-C 口，这边是正品的，这边是假货的。用指关节来敲一下这个充电器，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原装充电器。用磁铁来区分真假，有一个误区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下。正品的话，它内部有屏蔽钢板，用磁铁来吸的话，它一样的也是会吸住的。假货的话，也是可以被吸住的，这个方法是不实用的啊。正品这里是不吸磁的，假货直接就吸住了。这个字面跟正品一比的话，就是一眼假的级别，我们就不看了，我们直接进入测试环节。它这个融合端口的 USB-A 口支持的协议是 QC 2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华为 FCP 的5伏、9伏、12伏24瓦， SCP 档位 3.4 至21伏的6安100瓦。这一个就是正品的88瓦充电器的支持的协议， QC 2.0 的5伏、9伏，没有12伏啊。华为 FCP 的5伏、9伏18瓦，而不是24瓦。SCP 档位的 3.4 至21伏的6安88瓦。假货可以支持到100瓦，有点牛啊。这个假货充电器的 Type-C 口的协议的情况，我们看一下，有 FCP 档位的5伏、9伏、12伏18瓦功率， SCP 档位的 3.4 至21伏的100瓦，又是个100瓦啊。QC 2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 PD 3.0 的65瓦， PPS 3.4 至21伏的 3.25安，没有融合快充啊。正品的 Type-C 口有 UFCS 的融合快充的88瓦，然后这个 SCP 档位也是88瓦，假货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我们进入实际充电测试，我们首先用这个荣耀畅玩50 Plus 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实际输出功率。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33瓦的，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采集一下数据。这个手机现在电已经充满了，整个充电耗时1个小时40分钟。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最高功率23瓦左右，大家看看这个尖峰只维持了大概2分钟不到，然后一直就是18瓦左右的功率，一直充电，充到 80%， 1个小时6分钟，然后开始降功率，充电电压一直维持在9伏没有变啊，一直到充满。温度的话，最高温度 34.5 度，我们室内温度是12度左右。小米系列手机它也可以激活快充功能，实际功率在15瓦左右。我们采集数据，这个充电器的充电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啊！充到现在 96% 的电，充电耗时1个半小时啊！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15瓦的功率，充到 90%， 它开始降功率，一直充到现在。充电器的温度的话，最高温度33度。苹果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，我们就拿这个苹果13来测试啊。这个手机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采集数据。这个充电器现在电已经充到 88% 了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数据。充电耗时1个半小时，它刚开始的时候5伏的基础功率，大概5分钟左右把手机充开机，我们就一直亮屏充电。大家看这个功率升得很慢的啊，9伏5瓦的功率持续了大概5分钟，然后慢慢的升功率，升到7瓦左右，
再升到8瓦左右，然后再升到9瓦，37分钟的时候，这个功率才升到18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充了10几分钟时间，比那些正规品牌的 PD 充电器的话，它这个确实是慢很多啊。温度的话，它的最高温度就是30.8度，这个充电器还是激活不了 vivo 的快充啊。显示的正在充电，实际功率的话只有9伏 1.2 安11瓦左右的功率。OPPO 系列的手机，咱们用这个 Reno C 来测试，这一款手机是支持融合快充的，但是它启动的功率只有9伏 1.3 安左右的功率，12瓦，咱们也不用测了 ，pass。如果是原装的88瓦的话，可以启动融合快充，应该功率是在33瓦左右啊。大功率实际充电测试，咱们就用这个荣耀90，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66瓦，可以启动 Max 66瓦超级快充极速模式。这个荣耀90已经充满了，充电耗时40多分钟时间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25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持续了30分钟。然后开始降功率，电压一直就是9伏的电压，一直把电充满。然后温度的话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20多瓦的功率，它的温度最高41.4度，我们室内的温度12度左右。我用这一个140瓦的充放电模块来把它的功率拉到最大，看能够拉到多少瓦的功率。它显示的是 PD 65瓦，但是实际的功率的话只有25瓦。我们找个诱骗器来诱骗试一下，看它能不能拉出65瓦的功率出来。 PD 3.0 65瓦的功率是20伏 3.25 安的档位，我们拉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拉出来啊。我们调到20伏的档位，先启动2安的负载，根本就拉不动啊！一旦启动负载的话，它直接就降到12伏的电压去了。我们关闭负载，关闭负载就是20伏。说白了，这个充电器内部的协议支持的情况，它是通过破解的方式让仪器来读取的。诱骗器来诱骗它的电压输出，把这个充电器的电压调到 11.28 伏了，但是它实际输出只有 5.6 伏。它这个 SCP 的档位也是一个假的，只是一个为了骗而骗，就是你怎么调它这个电压，它这里最高电压 5.6 伏，它是始终不变的，这种就是一个假的 USB 协议的输出，所以说这个 Echo 的功率我们也拉不大。这一个是原装的88瓦的充电器，我们看一下，给这个140瓦的充电模块充电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的情况，轻轻松松的20伏，接近60瓦的真实功率啊。一般的充电器它标称的65瓦的功率，实际真实的输出功率一般的在60瓦左右都是正常的水平啊。这就是原装的88瓦的充电器。这个充电器的快充部分测试咱们都已经测完了，最高功率25瓦，我们也没办法进行烤机。25瓦的最高温度，也就是荣耀90充电时的那个温度，也就是42度左右，咱们就不用去烤机了。这个充电器太脆弱了，中间它一度瘫痪，我还以为是坏了。在它正常的时候，我们赶紧把这个充电器最关键的数据就是交流纹波输出，我们把它测试一下。这是这个充电器的5伏空载纹波，都已经达到200多毫伏了啊！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一直在跳动，我们这一小格是100毫伏，它估计跳到220毫伏左右。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最高190毫伏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，这是5伏3安的情况。这是这个充电器的9伏空载纹波，一样的超过200毫伏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，最高的时候有210毫伏，最低的时候有170毫伏。9伏2安18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大概最高的时候有170毫伏，最低的时候有120毫伏。12伏的空载纹波，最高的时候200毫伏，最低的时候有160毫伏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，非常不稳定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满功率输出的纹波啊，吓死你 1.89 伏，我操，这个东西你们长期用的话，把你手机充坏了，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，看到这个数字 1.8几伏啊，我这个每一格就是1伏，接近2伏的纹波。这种充电器长期用的话，不管是什么电子设备都是受不了的。这个假货88瓦的充电器评测部分咱们就全部都做完了。看到这个视频，有同样用这款充电器的朋友们，赶紧把这个充电器给扔掉啊！这个纹波太吓人了啊，直接达到了2伏。下个视频咱们就是把它拆解开，让大家看一看这个
山寨充电器、假货充电器，它内部的做工和用料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！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关注，就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下一期咱们拆解它。